无畏曲折迷离 ，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你们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吗？有人说，如今的手机像素都这么高了，为什么我们还是没能拍到外星人的照片呢？其实啊，不是没有，而是可能根本就传不到公共的网上来。而有的被宇航员拍下来的已经爆料出来的影像资料呢，有可能根本就得不到官方的回应，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啊，我们曾经就看到过很多 NASA 无意间拍摄到的 UFO 影像资料，当然不止那些。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美国宇航局拍摄到的时空穿越者的影像资料，以及外星人跟踪人类飞船的照片。难道一些外星种族早已有了穿越星际的能力吗？事实上，在 NASA 宇航员所拍摄的照片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未知的空中现象。其中一例要从1973年5月25日美国发射升空的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说起。当时，空间站在轨道上已经航行了大约有4个月之久。一位叫欧文·加里欧特的宇航员拍下了一张位于站外的神秘物体的照片。欧文先是通过空间站的窗户看到远处有一个物体在闪烁着奇怪的红橙色光，他赶忙叫其他的宇航员过来看，但谁也辨别不出来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唯一能确定的是，那个不明发光物体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对此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可能是一颗卫星或者航天器的残骸。但据在场的宇航员回忆，他们在轨道上看到卫星是很平常的事，可不一样的是，他们从未见过发出红橙色光的卫星。这件事在后来很快就引起了大众媒体的注意，可官方的解释是说，宇航员拍到的不过是空间站操作面板的指示灯反射到了窗户上而形成的。当然，这个答案并没有平息大众的疑问，更无法说服当事人。据航空航天工程师解释，去到空间站的宇航员都是经过无数次专业训练的人员，他们的训练中就包括各种模拟训练，比如在宇宙中卫星的灯是什么样子的，宇宙中的陨石、垃圾等等是什么样子。对于宇航员来说，应该都是要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够最终去到空间站生活的。难道当时几个训练有素的宇航员连窗户上的反光都无法识别出来吗？还有另一个关于太空 UFO 的著名录像，是在1996年12月由宇航员斯多里·马斯格雷夫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所拍摄的。当时，美国宇航局正在实施 STS-80号任务，宇航员斯多里正在用他的录像机记录着地球的夜景。可正是那段视频记录下了地球上方的不明飞行物，他们当时正在朝着不同方向移动着，然后还会转弯，自己调整方向。NASA 的科学家经过初步鉴定认为，那些物体是冰粒子从阴影中突然进入了阳光后被照亮而产生的，但这一说法却很难服众。为了找出真相，以航天工程师和数字成像专家马克·卡洛托博士为主的研究人员，在经过长期调查后得出了结论。他认为，视频中的圆形物体显然是被智能操控的，而非自然现象。对此，卡洛托博士是这样解释的：在这个视频出现几个不明飞行物之前的1分钟左右，可以看到摄像机有些摇晃，拍摄者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视频中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高速运动的物体，它的身后还带着一条尾迹。卡洛托博士解释，这块地方正是波多黎各岛和维京群岛的位置。通过他的计算得出，这个物体在0.5秒的时间里就移动了547公里，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一般，达到了每秒1000多公里。而当天晴空万里，根本就没有闪电在该区域发生，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凭空出现的飞行物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不就是时空穿梭者吗？他们穿梭在各种虫洞之间，这就是他们进行星际穿越的方式，也是他们可以快速来到地球的原因。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虫洞的位置正好处在百慕大三角最南方的角落上。顺便说一句，关于这个时间旅行者的影像资料呢 ，NASA 是承认了它的真实性的，但对于这个奇怪的时空旅行者的疑问，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有很多科学家认为，随着人类继续向宇宙深处探索，其实发现外星生命只是时间问题。1903年的5月，一位来自苏联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在航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名叫《利用反作用力设施探索宇宙空间》。这是第一部从理论上论证火箭作用的论文，而它的作者就是后来被公认为航天之父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要知道，在当时，整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连电灯都很少见，而康斯坦丁却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星际旅行了。更神奇的是，他在当时就已经通过自创的方程计算出了火箭飞向外太空所需要的逃逸速度，并在后来被直接用于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康斯坦丁不但是太空旅行的坚定支持者，还是第一个提出要建造太空天梯的人。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他都是一个具有超前思想的科学家。在他看来，人类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宇宙中的，我们应当打破自己的局限性，去探索并殖民其他的星球。而很多人都在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康斯坦丁有了这种超前的意识呢？有研究学者就在他的著作中发现，康斯坦丁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星人的启发。康斯坦丁曾经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曾经的某个时刻，他遇到了一种拥有高级智慧的生物，虽然他看不见那个生物，可他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存在。于是康斯坦丁问道：“你能证明你在这儿吗？”随后他发现天空中的云出现了十字形，那显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外星人在向他传递信息，证明他们就在身边。从此之后，康斯坦丁更加坚信人类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也许正是因为康斯坦丁对宇宙探索的极度渴望，以及自己对外星生命的信仰，因此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航天学的研究之中。后来他的科学成果成功开启了人类探索太空的新纪元，促使了苏联在1961年第一次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上了太空。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外星种族早已经有了穿越星际的能力，而我们人类还在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是太过于危险呢？康斯坦丁有句名言是：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都生活在摇篮中。所以如果要移民，我们应该去向哪里呢？据科学家推测，早在几十亿年前，火星上很可能和地球一样，有着温和的环境，存在着河流、湖泊和海洋。那时的火星也是一个蓝色的星球。神奇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当宇航员进入太空之后，他们的生物钟会从一天24个小时渐渐地变成一天24.9个小时，而这恰好是火星的自转周期，也就是火星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人类的生物钟其实是和火星同步的。更让人震惊的是，在 NASA 所拍摄的火星表面的照片上，研究学者还发现了一些疑似人工结构的建筑。有人说，它们是火星上存在史前文明的证据。因此，一些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他们认为，人类并不是起源于地球，而是起源于地球相邻的行星。人类所有的太空旅行都是为了回到那个原本属于人类祖先的家园。无论你信与不信，火星是地球的同胞姊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它与地球都形成于45亿年前，而且二者都有在最初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所以近些年来我们人类也有了移民火星的计划。其实早在1960年，苏联就开始了对火星的探索。马斯克于2021年11月在推特上写道，地球的年龄约为45亿年，但人类仍然不是多行星的生物，而且我们不确定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马斯克并不是第一个呼吁人类殖民另一个星球的人。史蒂芬·霍金教授在2017年也曾表示，人类如果希望生存下去，就需要在100年内扩张。
我们都知道，如果地球发生超级火山的爆发、世界核战，又或者是大型陨石撞击地球等毁灭性的事件，以人类如今的科技水平还远远抵挡不了那来势汹汹的末日灾难。所以人类似乎在冥冥之中是注定要移民到别的星球，成为多行星生物的。随着人类对宇宙的进一步探索，找到别的星球存在生命的证据，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又或许当人类真的踏上火星的那一刻，我们可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